后推。如果一次性画完的话，那就是由前往后推。这次呢是因为特殊情况，是给大家画一些基础的东西。你比方说，先画了房子，是吧？好，先画了桥。但如果是我要比如说创作这张画哈，那我肯定怎么办呢？我肯定是先把山石画了，然后在这个石头上，再画桥，是吧？也是先把下面这些先把它画好以后，然后把树画了呀，这些，再画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有些房子我是故意的就画一半呢？故意画一半就不画完的目的就是我事先我就想，这张画如果我要把它完成成一张完整的作品，那我们的房子就不能把它画得太清晰啊，不能全部把它画出来，有一部分要被树叶挡住。我一直给大家说嘛，我们画画其实就是在干什么？就是在各种藏啊，你把不管是路也好啊，不管是房子也好啊，包括树与树之间啊这些，都是把它藏得很好，不要把它什么都交代得太清楚啊，要有虚实是吧？要有远近，要有前后，就你把这种各种矛盾体都把它做得非常的完整了，或者非常的完美了，那你画面就舒服了啊。好，我们现在就边给大家画，然后边给大家讲。这张画呢，如果是画出来的话哈，应该是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呢？相对而言，它也比较丰富。你看我们这个水啊是很出彩的。现在大家看这个水还觉得，这个水，你看浪花也好，什么也好，它很亮也很漂亮。但是，这个山石也很亮，是吧？你看山石的这个亮，包括树的这些亮。就把这个水怎么样呢？在抢它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要通过干染，把这些先染一下。这里先调点颜色。正好这2节课啊，老师画的这个4尺横幅的，有水、有房子、有树、有山石，相当于之前的一些课件的一个组合。中间正好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一下。你看，首先我们就要观察一下，我现在要干染这个树啊，大概有多少，然后再决定这里来几笔水。是吧？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有水哈，但是一会儿我把这个，你看一加了以后，你们就能感到哦，这里面是有水的。你看，首先这个太极蓝。胭脂，要把它充分的搅匀了，就是你不要这些颜色哈，到时候还有些残留在笔中，那就容易出问题哈，你比方说，有时染着。笔里面还掺插一点没有调匀的这个胭脂色呀，或者朱标色呀，或者太极蓝的颜色呀，它这个一下子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就是不注意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颜色，这就很麻烦了哈。你看我们现在调好以后，这个颜色很深的哈，调好以后。干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稍微染一下啊，染什么地方啊？首先，
大家可能看到我这个颜色很深，哎，但是不管这个颜色再深再怎么样哈，那一定要注意它的覆盖能力啊，就是不要调太厚的这些颜色。你比方说，那个山绿色呀，这些颜色它的覆盖能力很强，是吧？你就不要把这些颜色把它调的太多。好，这个干染。你看很重要哈，我们干染呢，它这个颜色呀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把它干染好了以后，那整个这才舒服哈。这时候有些学员肯定要问了，哎，反正我们都要打湿了烘染的，为什么不打湿了烘染呢？大家看我在染的时候，你看我要把这个把这个树感衬出来。我就是刚好到这里，刚好染到这里，是吧？树感完全就怎么样了，就衬出来了。但如果是湿染的话，那就没这么好控制了。你想的是，哎，我把这里染到这里，但有可能一染了以后，由于这也是湿的，这也是湿的，它就有可能颜色怎么样呢？叫跑进来，这跑到这里面来，就跑得不舒服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要注意哈，这个。你看，我们将就这个颜色都可以把这些稍微染一下，都可以把这些就鼻上现在多余的颜色稍微把它染一下，把它画了染了以后，我看看还有一些颜色，有些需要深的地方，你比方说像这里更加是要注意了，就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鼻上的水分要把这一块染的比较深包括这靠近这个边上的房子，都把它染的比较深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哈，这个画画呀特别是我们彩墨山水，有时候像这种类型的山水，一定要把它染的怎么样呢？就是反差，要该深的地方深，该亮的地方亮。如果你该深的地方不够深你比如像这些地方像这些该深的不够深，然后该亮的地方呢又不够亮然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让这个画面感觉到非常的灰。好多人学员，你看画出来的作品他就是说，哎呀，为什么老师画出来的画，为什么看到这么舒服、厚重、有层次为什么我画的画，这个就显得特别的灰、特别的脏？就有这个原因其中该亮的亮，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脏的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也要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好多学员他在画画画了以后画面上特别显得脏。这个画面很脏，是我们这个画好彩墨画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样呢？就是首先我们彩墨山水要给别人以美的享受。千万不要怎么样呢？不要说，哎，我这个画的画，一看到脏兮兮的，现在流行一些脏画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参展也好或者怎么样，都流行黑画、脏画，他画的越脏越黑你感觉他觉得画面上才有艺术感。但是我们彩墨山水不追求这个特别要注意就是它的衔接。什么衔接呢？就是你看这个树，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树衬出来。这个时候这个笔上的水分就要少如果笔上水分比较多的情况下，你可以先去染这些地方，好，染着染着笔上水分，它染一笔肯定就会少一点，再染这些它跟它衔接的地方，这样子这个画面就容易控制了，是吧？好，我们盘子里还有一些颜色，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拿来
燃下这个水中的石头。可能有些学员说，哎，老师，我们水中的石头不是之前都染过了吗？那是之前是为了这个给大家看出效果啊，看出效果，哎，4个步骤啊，一气呵成，说让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就说染好，即便你染好了，哎，我们根据画面的需要，在干染的时候啊，哪怕就是湿染的时候觉得不够，都还可以再怎么样呢？还可以再染它。本来我们基础班是不应该给大家画这么复杂的，就这么复杂的画面，因为很多才开始这个学习的小白的话，刚刚学了基础，突然一下子就来一张这么复杂的，他可能看不清楚。但是呢，我是这么想的，这个画总归来说，你要让不管是初学者也好，还是这个有一定基础的也好，是吧？让大家多看。你现在肯定画不出这种感觉，但是你可以去感悟，你可以去感悟一下。所谓见多才能识广，是吧？我一直给大家说，哎，我们画画就要做到3多1少。第一多就是要多看。只有你多看了以后，哎，你心里才有个数。哦，原来这个画是这么画出来的，是吧？原来这个画是这么画出来的，这样子。你看，我现在又把这个再染一道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水是不是更加厚重了？啊，一会儿我再调一点稍微淡一点的颜色，再把这个水的层次再把它染一下，你们再看这个水就出来了。像这些都是要注意，它就是要利用这个深度去把这个水啊衬得更加的漂亮。所以说笔上的水分就一定是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要非常的怎么样少啊！如果这个时候笔上水分多，一染它哗跑出去了啊，让这么很漂亮的水就跑得一塌糊涂，那就不好看了哈。所以说用笔上。好，把这个染好以后，我们还有一点颜色，把这旁边你看我们在染的时候，哪怕是有时候一点，就是抓一点这个小的流水，哎，都要把它染的很注意，就不要跑出去，这一点是很精彩的。就是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疏密关系，这边好像很多水是吧？这边很多水，这边就是一湿水下来。一小股瀑布的感觉，你看这出来是很舒服的。这块石头蛮大的啊，就不要像别的这样子的，哎，把它全部染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大片，这个都是要染比较亮的颜色啊。虽然这里也要染绿色，但是它会比较亮一点。它呢就作为一个什么，就是这一块石头啊，就作为它们一个呼应啊，不要突然一下子这里很亮，这里就很深，反差很强烈，那也不行哈。好，把它画好以后，我们这边这个。将就这里还剩了一点墨，我们把它用了，
该深的地方都让它比较深啊。这呢，现在目前也是就是将就把这个颜色呀，就先把它用了。刚刚调的这个颜色就把它先用掉。这些都要特别小心染的时候。靠近下面一点呢，这可以稍微擦一下，有点感觉啊，正好比上来有点这种感觉。好，我们把这个染好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再调点颜色。我们这个时候呢，大家看，我刚刚调了很多的颜色哈，基本上就通过了这么一个这个哈，大家看我这个盘子里，基本上颜色就没了。这个时候我们再蘸1笔水。2笔水，是吧？这个水分一会儿我给你们看我画就知道。我每次蘸多少水是根据画面的需要，来蘸的。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画一张6尺的，那我有可能的话，我会蘸比较这个多的水，因为我纸上要用这么多。我现在是4尺的啊，虽然数还是很多，但是你看就蘸了2笔水，这水蛮多了。就够染很多了，然后我们这里再加太极蓝，加一点点胭脂，刚刚这个哈，加一点点胭脂，山绿，橙黄，你看，就目前这个颜色哈，就比刚刚第一层颜色就要怎么样呢？就明显就要亮很多。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不加胭脂的话，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珠标。这个时候大家看哈，我加了珠标，你们是看不出珠标的。珠标色这个时候就属于降火的颜色，因为它是在冷色调中间去降它的火的话，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珠标，但是加了珠标，它色彩就会怎么样呢？柔和很多，柔和很多。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刚刚这个是染树哈，染树也是分4个步骤哈。第一个步骤就是染深的，在它的1/3处左右去染它。第二个步骤，亮一点的。稍微亮一点，一定要记住哈，我们在染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把第一步这个给它过渡一下。大家说怎么样过渡哈？你看我这里染的是这个位置上，差不多说1/3处。我在染第2层的时候，我的高出它的同时，我还跟它很好的衔接，这就叫过渡。就不要怎么样呢？我染到这里，你刚好跟它衔接好，就不管它，下面就不管，这样子就会使这个脱节。你看我们这染出来以后，它整个来说由深逐步到亮是很好的一个过渡哈，很好的一个过渡。后面这些就稍微用第2步就统一把它染一下，让这个后面不要它分叉呀或者太均匀了哈，不要太均匀了。现在我们这个染了以后，在第2步的时候，我们去染这后面淡的这个颜色。
你看我们刚刚就没有去把这个就没有去用深的颜色去染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远处了啊，这里是远处了，就不要用这么深的颜色去染，它是远处的，所以说我这里看就稍微淡一点。而且你看我是怎么染的，是这样染的，因为这里是个平台，这里是个平台，它是一个这个哈，好，揉它逐步过渡，但是我这里染过来以后，大家看这一条就明显是一条横线，那怎么办呢？马上，马上就把它过渡一下，破一下，是吧？这样子出来以后，它就自然协调了。有些需要它过渡的，来，你看后面要衬它一下，就需要这些颜色，把这个树啊把它衬出来的时候，就特别要小心啊，就特别要小心，一定要利用这个深的颜色，把前面树的颜色把它好好的衬一下。来，把这边再染一下。像这些在染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染。你看，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染，你会到时候染好以后，它就是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有立体感的一个块面。通过它把桥啊，把后面的环境色呀，就全部就过渡了。到时候一烘匀的话，这就很简单了，是吧？染的虚一点。至于旁边这些树啊，其实它们就不要它太那个。不要它太清晰，倒是统一的边缘就把它都染了。你看，把这个染了以后，这里还剩点颜色，就将就染这里。但在染这里的同时，我要加点颜色。因为这边的颜色就有点偏赭石色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将就这个颜色，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我加一点珠标，一下子，你看这就是属于加多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所以说每次我就说，因为我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是把那个盘子啊，其实离我很远的位置，每次我要把手撑得很长，有时候不好控制啊。我自己画的话，我会把这个。离我近一点，这上扩呢，有时候它有上扩的一个这个哈，但是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啊，这都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处理好的。好，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点，就是加一点点，不要加多了，不够我再加，是吧？不够我再加。好，基本上你看就有点偏，这个不要太深。调这个颜色的目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为了第一，我们这个前面这些哈，它是有一偏绿色，对吧？你就不要突然一下子，你把这个山就染得非常的红，
非常的这个亮色，非常的亮，那就太不协调了哈，那这个反差太大就不舒服。我们画画，我一直给大家说哈，画画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不光是我们这个在墨稿的时候啊，这些，比如我们画墨稿的时候啊，这些的处理关系哈，同样做色也是在处理关系啊，各种颜色的协调啊，这些，你看我把这里稍微染一下以后，马上这个水就怎么样了，就突出了，是吧？你看把这条路啊。也把它突出出来，这边这里有点浪花，好，要注意，染了以后，哎，笔上没什么水分了，才去染这个边缘。这时候笔干了以后，擦一下，擦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我们再染第二层的时候好过渡的。把这里过渡一下，好，把它染了以后，上次这个已经有染了，基本上差不多也可以了，但是我还是稍微的将就这个颜色把它染一下。来，稍微把它染一下。主要是怎么样呢？就这个颜色，它可以和后面啊很好的衔接好。你看这里把它脱下来，这些染的时候都是要特别小心。好，基本上染到这里，基本上呢，第二步就染好了。然后我们调第三种颜色，这时候我们看，刚刚我调的这个颜色哈，刚刚我这里调的第二层颜色啊，基本上又用好了。肯定好多学员说了，哎，这里面还有点颜色，这个颜色就属于是我们专门留下来的。这个就像我们蒸馒头，哎，需要一点那个发酵的那个面粉啊一样的。上了点岁数的都知道，以前家里蒸馒头啊，就是会留一坨，是吧？留一坨，为了以后再用的时候把这一块啊揉进去，这个就是揉的这一块。好，我们现在调好以后，你看也蘸两笔，然后第三步，第三层，把笔上的这些笔根的颜色啊，都把它揉出来。揉出来以后，哎，大家看，我们就第三步，首先这个深绿色，藤黄，
你看山绿加藤黄，这个颜色明显就比这个可以适当加一点朱标，就明显就比开始第二层颜色就要怎么样来？白色加一点点白色，就要亮很多了哈。把这个染好以后，就是说调好以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染到第二步以后哈，这个画面还显得特别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亮啊都还没有去控制，还没把它弄好。这个时候染第三层的时候，大家注意哈，你看哈，我们如果是这是一棵树，是吧？那我们就不要说1层、2层、3层，然后留一个什么圈给它。那不行，那我们你看在染的时候，到第3步的时候啊，下面基本上都已经把它给它干什么了，就全部染了。真正的这个顶啊，就留了一个顶部啊，真正就留了一个顶部。以此类推，都是这样子的。啊，后面有些树啊，这些都让它，就算我平染了，你看还是看得出来树的感觉，是吧？还是看得出树的感觉。这个也是。你看，逐步也是一样的，就真正的留下来的就是一个树冠，是吧？就是一个树冠。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哈。至于这后面，这个我们先把这边这个树染了，再去染后面，因为要调点颜色。来，我们先把这个树先染了，一会儿我们去染环境色的时候去染后面。你看这个很简单，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把这个染好以后哈，让我们调点颜色。现在可能大家看到，哎，我这里还剩的有一些颜色，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一笔水，干什么呢？你看，加点碳青蓝，它就比刚刚那个要蓝一点了，是吧？可以适当加点白色，加点朱标。好，基本上大家看，这个颜色比刚刚那个要稍微蓝一点，是吧？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刚刚说了嘛，这是环境色，
环境色呢，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这后面的树根本就不管它了。有时候该细致的地方就要非常细致，因为我现在染的这个地方就属于是桥后面的一些山石它那后面的，我们要通过把这后面染了，然后把桥衬出来通过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动作，因为你稍微不注意。你把桥前面的扶手这些染掉以后，当然一点点都没问题，就有时候染一点点这些超过一点没问题，就是你不要全部染了。这里有个人，我们可以大胆的把这个人盖一下。大胆的去把它稍微过渡一下。好，这是一块，然后顶上我走这一圈，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树把它衬出来衬出来以后，马上就把它染上去。这个时候你看它就很自然的颜色就把它过渡过去了，就不要有一圈，不要到时候看到有这么一根东西框着这个树，就不好看了哈。这里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地方用这个颜色把这个树衬出来。至于后面的这个树不要考虑它还要一颗一颗的单独的去染它，还怎么样就统一的把它染了。你看我统一染了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树还在吗？这个树照样在呀，是吧？它照样在，每棵树的感觉都还在。把它染好以后，这个炊烟特别要注意。我这一染了这个炊烟，你们会觉得哇塞，这个炊烟，你看，呜呜呜，跟云衔接了，是不是但是一定要注意，炊烟它毕竟来说就是我们家里烧饭的一点烟，所以说不要它这个不要它太深，也不要它太粗。上去以后，自己就慢慢的就和环境色就融为一体了就融为一体了，是吧？你看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还有一点点颜色，我们再调一点颜色。这盘子里还有一点点，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再调一点点钛青蓝。胭脂。
橙黄。好，你看这颜色。这干什么呢？刚刚我就跟你说了，我们的水还得再怎么样来？水还得再染一下。大概把水染一下以后，你会觉得立体感会更加的，更明显。基本上我们都染一下以后，至于这前面的水啊，差不多我们到时候，在打湿的时候，再把它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可以把盘子里剩余的一些颜色呀，通过染这些环境啊，染这些地方，靠边的地方，环境色这些，我们把它颜色都可以把它用到。所以有时候画大了就有这种好处，基本上是一点颜色都不会浪费的。因为到处都可以用，这里刚刚之前是用点字笔点的，这个就像浪花一样的，是吧？让它像浪花一样的。好，你看，基本上我们把这里染好以后，大家看整个这个就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更厚重了？第四步非常重要啊！第四步非常重要，我们就染第四步。我们首先大家看我这个盘子里刚刚呢就是把这些颜色呀这些染了以后基本上这里就全部都怎么样呢？都全部都已经就很干净了，是吧？盘子就很干净了。这个时候把鼻稍微你看这个鼻上也没有颜色了，基本上我们颜色都用到哪里？都用到那个我们画上了，是吧？我们把这个弄好以后，还有一点点。每次用的最多的这就是藤黄和朱标色。你看藤黄今天我们给它记的是一样的，但是这藤黄基本上就用完了。首先藤黄加白色。你看这个颜色很亮，看一下后面需要它多浓这个时候要注意，加了白色，它这个颜色的话就覆盖能力是很强的，就一定是要注意什么样呢？一定是要注意，你不要加太多的白色，要加到正好，厚度正好我们比方说，首先这一棵树，我们可以把它画的亮一点。
用点染的形式用点染的形式去染，不要一下子一大片就染了。你看这样子才好控制它这个。你看，我们把这一块一染，马上由于这个树它的颜色的亮丽程度它虽然很亮，不过虽然很亮，但是它毕竟是有颜色，所以一下子把房子怎么样了，就衬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将就这个颜色，我们再加一点珠标色，多了，加一点点珠标。好，一般说我们如果有多，暂时先放到旁边，我们先试一下。正好，所以说这个就不要太多。好，这个颜色又比开始那个要偏红一点，就这两棵树这两棵树一般会让它亮丽一点我会像，即便后面没有这个衬的，由于这个树的这个亮度，它也可以很舒服，正好注意它树冠的变化你看，注意树冠的变化，是吧？好，这是一棵，挨着它近的这一棵，也让它亮一点。你看，现在把这两棵树把它压下来以后然后这些树就不要再用这个颜色了，马上调整颜色。这树，我马上我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什么这个山绿，你看它就不一样了，是吧？加点山绿就可以了。就不管我怎么去染它，我这个树的颜色它都超不过，是吧？它都超不过它，然后这两棵树就到前面来了。你看，我们基本上还把它这个把它染的比较统一。好，然后我们也是将就这个颜色，再把这边染一下，把这边这个树稍微染一下。这个树虽然也亮，但是它跟它比起来呢，它又在后面去了，是吧？这个显得大家你看我染了以后，是不是显得更加的茂密了？好，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大家看盘子里刚刚那个颜色已经染的差不多了，这点珠标色可以把它用了。颜色呢是由亮逐步往后延伸。你看，现在这个颜色就明显又比刚刚那个要深很多了，因为我太青蓝加了多一点，胭脂加的又多一点，是吧？
你看调的稍微偏蓝一点了。这时候我们这几个数呢，它基本上这几个数呢就是1、2、3，间隔很小，干脆就基本上统一的把它染下去。大家看哈，就即便是我统一染下去，在末稿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注意它们的变化它墨韵的变化。所以说，即便染下去以后，1、2、3、4都还在，是吧？数都还在然后把这里染好以后，这里这棵树也是将就这个颜色，把它稍微染一下。跟它们，你看它这里深一点以后跟这几棵树产生一点变化。这个颜色将就，把环境色再加深一点。好，把它染好以后，然后这边这个树，多余的颜色就到这边来。后面这个让它将就这个颜色，把它染了。前面让它亮一点，我刚刚应该是在那边的时候把它这个一笔带一下就好了。一笔带一下的话，免得我另外现在我又得重新调颜色。不过没关系，一点点。好，我们现在再调点颜色，就是我加一点这个藤黄、白色、树标，你看这个颜色就会亮一点。为什么这里要亮一点呢？它亮一点就跟这旁边就产生一点这个关系，让他觉得它逐步后面它在这个深的在后面。你看我们把它染了以后，大家可以看个整体明显整个就非常的厚重了，是吧？非常的厚重了。马上我们把这个桥稍微染一下，你看这个还是很花时间干染。我在不停的加快速度的情况下，都还用了1个小时时间。我们这里调的颜色，这个调赭石色，把桥稍微染一下。首先，藤黄朱标、山绿，是吧？这3种颜色，我们调赭石色。调了以后，马上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桥，那桥用勾染的形式，路桥都用勾染的形式。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在染的时候就不要好像一定是要怎么样把它染的每一根线条都染到，有时候就带过去，你看就一笔带过去，染多少算多少有些地方留点空，有些地方被染到了。
这样子才显得特别的自然，是吧？才显得特别的自然。你不要把它染得满满的，好像必须要填满。啊，将就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山啊，下面这个山啊，稍微染一下。只染的时候要注意，也不是干染的哈，它这个山也有凹进去的地方，是吧？也有突出的地方。哎，你看这块凹出来了，这块凹出来了，这一块凹出来了，是吧？都还存在啊，这个在后面了。这树干啊很小，就稍微染一下就是了。这块石头也是一样的。好，我们把这里染好以后，把这个稍微勾一下，稍微勾一下。现在就是什么？就染房子。染这个房子，我们这里调点颜色。首先，钛青蓝，哦不错，朱标加钛青蓝。你看，朱标加钛青蓝就变成什么？赭墨色，就是它比较深的一种赭墨色。干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屋檐下把这个屋檐下稍微染一下。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好在屋檐下去染，不要染到瓦上去了。你看我这么一染，这个房子啊，它会一下子就非常的怎么样？就非常的深，屋檐下就很深，哎，感觉到这个立体感就更加的这个明显了。哎，你看稍微染一下，是吧？然后染第二层，我们又调点颜色。第二层呢，就是朱标加藤黄，哎，这个颜色跟开始的颜色就明显，它就要亮很多了，是吧？就亮很多。又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延伸，就跟染树叶一样的啊，这个又在基础上从第一层的基础往下拖。哎，往下拖，你看出来的感觉又是由深逐步到亮的一种感觉哈。将就这个颜色，把楼梯，你看楼梯也是很简单，就是一笔到位，不要去重，包括下面的石头，你看都是用写的形式哈，都是用写的形式。好，把它染好，染好以后再调点颜色。把笔洗干净，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藤黄加白色，来，藤黄加白色，基本这水分少一点，又往下拖，
哎，你会感觉到，基本上到第3层的话，那差不多就全部就把它画满了，就不留亮。因为这个颜色其实很浅，啊，不怕它到别的地方去。呀，我们把这个染好以后哈，这一点这个颜色我看看，干脆将你这个笔这点。稍微染一下，就用这个小笔稍微把它染一下。好，把它染好以后，我们这里就直接调一点珠标色，直接就是珠标色，这个没有别的颜色，我们就直接就，因为时间，你看这个时间好紧张。把这个房子，我觉得正好这个斜面这个房子啊，用赭石色，用珠标色，没有瓦片的这个也是直接用珠标色。你看这2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把它太红了，稍微有点这个颜色哈。我们看好像屏幕上比我这个要红一点。这也是，你看，用那个珠标，是吧？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调一点很干的珠标色，直接就蘸珠标，就不用去调，直接蘸。然后也是用写的形式，基本上我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是这一笔下来，这个珠标啊，我们干什么呢？把门上的对联，包括这个窗子，这后面的对联，后面是浅一点，稍微有一点感觉，你看，是吧？现在这么一画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房子就比较舒服了。然后我们这里再调点什么颜色？我们再调点颜色。我们将就这个盘子里乱七八糟的颜色哈，加上一点点太青蓝啊这些胭脂，就把这些颜色调在一起，就变成什么？就灰色调加点白色。调点灰色调，染什么？染这个瓦片。你看在什么地方染哈？在屋檐下和瓦衔接的地方去染它。这样子就把屋檐和这个瓦很好的就笔很干的哈，你看。你看这么一染以后，瓦它又保持住它的亮度，但是这个瓦又跟这个屋檐下又很好的衔接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再看哈，这个我们通过了1个多小时哈，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去烘染，从才开始的这么到处都在亮，树也亮，石头也亮啊。到目前来说，通过把树染了，把石头染了，一个是把水突出来了，是吧？第二个呢，它更加的厚重，层次更丰富了。现在就干什么？现在就是烘匀。烘匀它起着一个什么作用？就承上启下的作用啊，非常的关键。在没有烘匀之前，你会觉得这些地方都很单薄，是吧？它们上下关系上也是比较比较脱节。
就是靠烘匀。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哈。你们休息一会儿是可以休息一会儿，我休息不了啊，因为我马上就得把它吹干。
们这个星期上完课之后，下周六是没有课的啊。因为下周六都是面授班的要上课，所以提前都把这个面授班的这个时间空出来的。你看哈，我们这种特制书包纸的话哈，由于它比较薄，的话，我们安排磁铁的时候呢，一般要7块。大家看1、2、3、4、5、6、7，为什么要7块呢？它中心有一个点，然后一会儿到时候要舒展它的时候，由这边往那边走，这边往这边走，正好就好走。这是一个哈。一般来说，我要是用以前嘉轩的话呢，差不多5块就够了哈，差不多5块就够了。我们把它吹干了以后，一定要摸一下，差不多都干没有已经如果都干了，那就可以了。我们刚刚已经把墨稿照了相了，你看一打湿，马上它纸就舒展了，看着就更好看了。基本上打湿以后，大家看多余的水分现在都在往下流都在往下流，这个没关系。我们看这些地方都是皱巴巴的，为什么呢？因为纸一湿了以后它就舒展，一舒展开以后，相当于纸就变大了。这个时候磁铁是固定的，是吧？它这个纸就看着很皱。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去想办法把它拉平了。这是个技术活但是呢，熟门生巧，只要你掌握了它的方法。大家看我怎么我首先刚刚吹了画以后，我马上就去把手洗了干什么？就把这只手洗干净，一定要洗干净，因为我们烘匀的时候都是在顶上，但是我手要去的位置，我不能说在这里去的我都必须要压着它。那我以它作为中心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轻轻拉一下。纸越湿越好去控制，因为纸湿了以后它粘手。我稍微的把它动了以后，我一拉它就平了。你看，马上这边就很平了，是吧？但是这边还很皱，从这里看得出来，是吧？还很皱。这时候怎么办？又把它拉一下，是吧？以此类推，很简单。虽然是个技术活但是习惯了就很简单。好，看看，因为刚刚我们在这里挨了一下，像这种情况打湿了，它都容易手会沾一点脏。看还行，还行的话擦一擦。看看哪个地方还不平，一定要保证纸要平，只有纸平了，我们在烘染的时候效果才好。要不的话，纸是凹凸不平的话，烘到这个地方，纸会起印子。会折起来，一折起来，一烘这就是一条印，一烘就是一条印，那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好，我们现在把它弄好以后，还很湿，没关系，我们调色。两边水都差不多，就将就这边吧。今天这张画呢，它基本上还算一张就冷色调的作品，冷色调偏一点点暖色调，我们就主要就调成冷色调。你比方说太清蓝，大家看我们首先我们调色的时候大家一看，哇塞，调颜色都这么。
都这么深，是吧？烘匀都这么深的颜色，没关系，因为我们在通过颜色的这个变化呀，它一会儿不会深的。胭脂，三绿，你看太极蓝、胭脂、三绿，这去了以后啊，这个颜色就已经就稍微就淡很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一加藤黄，马上颜色就是比较，把这几种颜色都上了以后，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什么呢？看画面。看画面这个整个的色调啊，它是个大概是个什么色调？我们云啊，烘染云的色调，不是说是跟这个山的100%一样吧，但是至少要雷同，要相同啊。哎，你看，这个又调了一点白色呀，它那个藤黄进去，它就更厚了。这个时候我刚刚说了嘛，这个冷色调里面有一点点偏暖色调，所以说加一点点这个朱标。现在我就这6种颜色，就是通过这6种颜色调出来，哎，各种不同的色调。把你调的颜色都调好以后，再搅和一下，搅和一下，看一下，哎，还差的话，还差什么颜色，再加一点。好，把调的颜色一定要怎么样呢？揉到笔根去，使劲，你看，也相当于把笔根的颜色又再揉出来。好，把它揉好以后，就干什么？刮笔。基本上刮到不出水分，然后把笔尖挤干。好，这个就算是把调色的这一部分这个弄好了以后，然后就蘸水。蘸水不是说蘸一笔水哈，是把笔尖啊用蜻蜓点水式的技法，你看稍微在盘子里稍微点一下，啊，稍微点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就可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差不多，正好就是我们可以画的啊，因为干度它是这样子的哈，比如我喷湿了以后都喷的一样湿，哎，但是它水呀最先从上面就呜往下流，这个时候下面还很湿，你看还有很多水，但上面已经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啊。我们把它画了以后，调好以后，你看之前是画了很多什么，就是很多的在上面做了很多的痕迹，这个痕迹呢，哎，又像是山上的这个山上的这个植被啊，又像是什么，又像是云。好，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烘云的时候会把这些全部，你看基本上啊会把这个和云都融为一体，基本上。
这样画完以后，你把云画了以后，刚刚还很清晰的这些鼻注鼻注印啊，基本上看了它就跟云啊就很好的就衔接了。刚刚我们说了嘛，我们在烘染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云的走向。上次专门给大家画了一堂上了一堂这个云彩的怎么样去烘云的课程，给大家画了张冷色调的，一张暖色调的，就是讲云的一些关系。比方说我们当时讲，我如果这边有一条了，这边如果再画一条，我就不要画一条跟它对着，错开一点。错开一点，大家看，它就怎么样呢？它就会明显感觉到一下子，哎，这个云它有层次，错落有致。你看，它就看到就错落有致，是吧？云的感觉云的形状基本上都出来了，比如这一条还大小差不多。你看我们在烘染的时候现在用的劲都蛮大的，基本上这个纸呢，它不起球。好，然后这边也很关键这个其实就像是这上面有座山，是吧？然后这里下面是云衔接的地方。就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去换颜色，还是刚刚那一笔这个颜色。基本上我们要保证这个云基本上保证这些颜色全部是用到云上的。像有些地方我就会怎么样呢？我就会画一点云跟它若即若离的感觉。你看现在这么一画以后，是不是上下就呼应了刚刚那个没有画这个之前就觉得顶上也不舒服，下面也不舒服。你看这边就看出来，它就不太舒服，是吧？我们把它画完以后现在笔上没什么颜色了，就将就我们还是开始烘云的颜色。我们再蘸一笔，就画旁边，画旁边，放到这里吧。这个也是在衔接
这个洗鼻尖是很关键的。你看，我们每次蘸一点水，把鼻尖洗一下以后，就保证这个笔尖要干净。这样子画出来的云，它才有层次。这里太高了，我要站起来画了。红云呢，你说它这个难不难呢？它肯定也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做什么东西要做到心中有数，是不是啊？红云呢，就要做到心中有云。做到心中有云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在画的时候，哎，你看我随便画哪一笔，但是我都要考虑这个云和下面云的关系。有些做到什么？让它这个形断意不断，哎，有些又让它整个云该留空的地方留空。哎，你看这个时候我笔上颜色没有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干什么呢？就通过这个去同染它，把有些不必要的亮，你比方说像这一条，刚刚这条很亮，这条也很亮，它们两个就亮在一起，就不太好看，怎么办呢？我把下面压下来。把上面就自然而然的，哎，就凸出来了，是吧？好，然后退后看一下，这条这个弯的不是太自然，是吧？弯的不是太自然，怎么办呢？把它过渡一下。你看，一般我在染的时候，就是染什么？就染什么呢？云和山相接的地方，就是过渡这样子它们就能够很好的就过渡开。真的，这留白的地方是干什么？是云的这些是云和山相接的，它里面是隐是现的，哎，就有这样那样的这些。你看，今天天气比较热，这个差不多这个就已经干了，我还要再喷一点点水。先喷到这边，先喷一下，然后呢，我们这里还有一点没染，墨又用完了，那个颜色又用完了，我们又再调一点，不是调一点，再加点那个。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逐步的，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丝云啊，会感觉到有一丝云，但是呢，它又不要去跟这边去抢，是吧？哎，整个感觉这个云啊，它就有一些薄的云，有些这个有些比较厚的云，这么出来这种感觉就可以了。这下面也是边画，我有时边在往后退，干什么？退的目的就是看一下。刚刚在群里有老师问到啊，下周六不上课啊，到时候上课的时候在群里再通知一下。会的啊，因为每次只要当天要上课，我都会给大家发通知啊，以公告的形式发通知告诉大家。主要是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忙，或者是有些事情比较多，可能会忘记啊上课的事情。发一个公告啊，通知一下大家，这样大家就可以想得起来。哎，你看这个瀑布啊，通过这个一烘染以后，是不是反而更亮了？为什么会显得更亮了呢？那就是两边加深了，这个下面也加深了啊。下面的加深以后下来，哎，雾气。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之前染了这个人，之前把这个人啊加了，所以说特别要小心。你看我这里都是搭上去，没敢去拖，一拖的话，点的这个颜色就容易出问题。它也是一样的，给别人感觉到有一点雾气啊，因为这么大的水冲下来会产生一定的水汽。哎，这样子就过来了。总算把这边把它给这个弄好了，弄好以后，然后刚刚喷到水这边，这边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颜色，我们可以加一点，因为这个颜色它靠近远处一点了，是吧？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你看我又加了点藤黄，加点朱标，就是我们还是以绿色、冷色调为主，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又比刚刚要什么呀？要红一点。哎，你看这颜色比刚刚是要红一点了。把这个颜色调了以后，又使劲的揉。揉好以后，好，把它笔尖挤干，笔尖蘸水。我们下周评话是哪一天？给大家说一下，那天停止评话一阵。基础班是每周周四点评。对啊。也就是啊这样的，我们这节课第9课上完之后，今天是周六、周四啊基础班的点评作业。那么下周我们周六不上课的时候，那一周的话，
作业点评也是暂停的，因为助教老师也在面授班的现场要去点评作业。我们面授班白天是全天上课，晚上都是助教老师全程去辅导指点大家。所以就是大家关注群里的通知，或者是您觉得群里消息多不想关注的话，给我发微信，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都可以。我的微信号18870379135大家记一下，微信号也是电话号码。有时候微信比较忙没回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正好这个4尺横幅的作品比较大，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反复的去回看课程，去练习。你看，基本上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画完哈，但是这个云的感觉就已经非常的厚重了哈，比较饱满了。这里也是逐步再用这种颜色，再用刚刚我调的颜色和前面的颜色，把它过渡一下。这上面是炊烟，这里是炊烟，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要兼顾一下，感觉里面又有烟在走，但是呢又没有这么。你看，我就会非常的注意，因为最大的出烟孔是在哪里？最亮的就是在这下面，是吧？在这下面，去上面这些你就大胆的去染它。把它又过渡一下。然后还有这边还有一点，你要把云一烘染哈，整个这个画面就显得，我刚刚说了嘛，这个云彩呀，它起的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没染的时候，哪怕就这么一点没染，你都觉得这里都不舒服。但一旦染了以后，是吧？这前面这一染了以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是吧？特别的舒服。这后面其实就很简单了，后面就主要就把它虚过去。当然，在虚的过程中它也不是说是就突然一下子就这个，还是有过渡的。是吧？还是有过渡的，这种我们退后看一下哈。你看，基本上这个云都已经就非常的怎么样呢？感觉到还是云的感觉基本上都出来了。然后把有些觉得需要加深的地方，再在下面。再蘸这个颜色，你看，再把它染一下，需要过渡的，加点水，
把它染一下。现在我基本在同染，同染呢，就是说在染的过程中，哎，有些地方啊，我需要它不要这么清晰，或者是哎，有些地方，你看，我把这个水啊。好，把它基本上染完以后，这个现在就是干什么？就把这些山啊，这云基本上染好了哈。你看现在这个云染出来以后，整个的云雾缭绕。我觉得这两天我们面授班的有些学员已经到了张家界了。我看昨天有些学员在张家界啊，这个拍到了一些非常绝美的这些那个叫什么视频，因为正好昨天下了雨以后，突然出太阳以后，雾气蒸腾，运气很好啊。说实话，这个能看到这种景色的人都是有福气之人哈。好，我们现在调的颜色，我们你看，基本上开始那个云呢，也就只剩了这么一点了，只剩这么一点。好，我们现在就加一点太青蓝，你看太青蓝、胭脂，然后这时候没加山绿哈，加的是什么？这个藤黄。我们把它调好以后，就把这几块山石啊，这个染一下。你看我们在染的时候，这个深的颜色都在什么地方染呢？深的颜色都在这个山的边缘去染它，是吧？哎，这个它的边缘啊，它就去染它。好，下面这些也是逐步过渡。因为下面基本上跟它基本上是跟这个就是水衔接，哎，有点浪花打上去的感觉，是吧？我看老师留言太棒了，真美，震撼啊！你看，就给大家平常上课的一些课稿组合一下，是吧？它就能够画出很漂亮的这个画来。好，这个是就是染山石哈，染完以后我们再调的颜色。基本上这时候我就把笔要洗干净了，这盘子里还有点多的颜色，我就在这边画。在这边调，所以一般我们要准备2个盘子来加点太青蓝、藤黄，哎，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就没有胭脂色了，是吧？然后比较亮，
们这个把这个颜色很亮的颜色和刚刚这个染的这个颜色要组合一下。什么叫组合一下？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再染一下，然后再留出这个亮度。哎，你就会觉得它们很自然的由深逐步到过度亮，是吧？逐步过度亮，然后把这个颜色调好以后，就又在这个水中，你看我不停的在染哈，开始染了好几次了，又把这个水下面又染一下，它总的来说是为了让什么？让它更加的协调啊。这边基本上染好了，现在就这边，像这个比较亮的颜色，也可以在这个水中再染它，过渡一下。这时候相当于又再把这个水再染一次。当然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不要让它们反差太大。有些地方啊，水是很柔和的，哎，有些地方把这个水啊，又再染一下，过渡一下。你看这个边缘这些都不要它留亮了，把这里染了以后，哎，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这个边上啊，它都基本上属于是，你看就把哪里的留亮啊，冲到石头上的浪花这里留点亮，啊，这些边上的亮都不要它留了，啊，但是并不等于说我这里染了以后。它这个地方就没了，干了以后照样在，啊，包括这下面干了以后照样在。把这水浪再蹭它一下。好，我们再退后看一下，看一下以后，然后再调点颜色。这时候大家看，我们也只需要调一点点颜色了。藤黄加朱标，加点山绿，哎，你看，就调出什么赭石色的味道出来。调好以后，我们刚刚染的这个山是吧？就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是吧？第一层很深，第二层很亮，就是用的是冷色调的话。第三层的话，哎，我们这里就用勾染的形式，把这个山啊稍微染一下，染了以后再把这个颜色再照一点下来，它就很自然的这个感觉到哦，这个是赭石色，阳光照在上面，然后逐步过渡，它有些这种感觉哈。把它染好以后，我们这里把它也染一下。把它稍微
统一的把房子这里该流量的就流量，哎，但是呢，有些地方啊，可以统一的把它染一下。退后一下，看一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我们退后看哈这段话哈，整个画面，整个画面就通过这个烘染了以后，通过烘染匀以后，把这个往中间点了。通过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貌，是吧？现在我把镜头放到中间一点以后，差不多6块就够了。现在我刚刚给大家说的哈，就是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在我们画完了以后，我们再看它，是不是？刚刚这座山并不明显，是吧？然后呢，上下都是脱节的。由于有这个云的关系，上下这么一呼应，哎，下面的云气往上蒸腾，下面往下云压，形成了中间的云带，是吧？这个云带呢，如果你把它画成一条，那就不好看了。哎，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变化，你看有些地方鼓出来，有些地方要凹进去，是吧？让它有很多的变化，所以说使这个画面啊。就非常的看着哈，就非常的舒服啊。当然色调很重要哈，只是在中间这一块把它画得很亮。当时这2个树啊是故意把它画亮的，因为它要跟这些山石衔接，跟这个房子上的颜色衔接，是吧？然后我们昨天我不知道是在这个班上说的，还是在提高班说的，一个基础2个基本点。提高班说的哈，它一个中心。好，你看它这就是一个中心，是吧？我们不管是整个亮的色调哈，都是围绕着什么？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在做，是吧？这个中心在做。然后肯定好的学员说，2个基本点是什么？就是笔和墨啊。好，我们这个又染完了哈，我们再休息一会儿。我刚刚基本上没休息，一直在画完马上吹了以后，总算把这张画圆满的完成了。我觉得这张画我很满意的一张画哈。整个来说，画面该亮的亮，该深的深，而且构图啊，我还没有这张构图啊，构图也很漂亮啊。好，休息一下。好，各位老师，现在4点01分，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大家正好可以听听音乐，欣赏一下美景。想象一下，如果您的家中沙发后面、客厅里挂上这样的一幅画。好，同学们，我们准备，刚刚给大家说的哈，这个我们争取用前面2个时段，把这个干染和烘染这2个部分完成啊，差不多是按照这个既定的想法哈把它完成的。好，我们后面还有一张小画呢，因为还有1个小时，就给大家画一张很小的。这张画好像不是在我们班上画的，但是呢不影响给大家去画。是哪张画呢？我们这个班上有些学员报了这个提高班，是吧？有些学员他提高班、基础班都报了啊。大家他一看可以知道，哎，这是提高班画的，因为我们。如果再拿一张4尺的来，4尺斗方啊，这些都来不及啊。我想干脆拿张小一点的啊，拿张小一点的，这个争取能够我们就这么40分钟啊，40多分钟就可以把它完成。因为这里还是存在这边的水
后面的远山，是吧？在有些地方加一点小树啊，加点小树啊，这些出来，它整体一个效果哈。有学员问，讲一下房子的大概尺寸，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你从那个比例上哈，比如我是40斗方的比例是吧？40斗方的比例，它这个房子也就在整个的房子的宽度哈，几栋房子的宽度也就最多20厘米啊，20厘米哈。我们先可以把这个远山画出来，是吧？远山很简单，来我们调点颜色。这个不行了，洗了的话，将就这个笔来的。大笔画得快，一扫一大片。好，你看我现在啊，我准备把这个山啊画的偏蓝色一点，啊，偏蓝色一点。所以说以太青蓝为主。你看，虽然这个颜色哈很浅，要把它画的很浅，但是你看我的颜色的种类还是非常的多哈。好，基本上偏蓝灰色。它如果是比如这座山顶在这个位置上，是吧？那我们就不要画个山顶，再给它怼上去，那就不好看了。一般山顶在它们两山之间啊，正好这里有点脏，有点脏的话，那我们你看，先把它山顶画出来。这幅画的话，那在画的过程中啊，其实就不要画的太清楚。你不要把它画的太清楚。在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样的，把这个云的那种感觉，本来这是一座山连起来的，由于云气把它挡了，像我现在就属于在布云。就是在布云干什么呢？
有时候这个云不要去让它就是我们在烘云的时候，不要去让它。什么叫让它呢？你比方说，哎，我这里有座山了，这个云你不要想哦，这里有山，让开它吧，从这里就上去了。不，你看我这里照样就把它给画下来了，画到这里，这个云从这里过去，这是一条主云，这里云再弯上去，是吧？把它画好以后，你看我们这种画其实当时是用了很少的时间去完成它的好，然后把这个下面这里一画，你看把下面一画，自然而然的，哎，这个水面就变得比较宽了，是吧？变得比较宽，然后再把云过渡一下。这里也是，好，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把这个一画以后，大家看着整体，马上你会感觉到刚刚这两座山是吧？这两块这个山在这个位置上放着以后还觉得构图不是这么气势这么大。但是呢，我把后面的山一画以后，你会感觉到气势是怎么样？非常大。这还没完我们把它吹干一下。吓我一跳！这个必须要把它保护一下。哎呀喂！大家自己在家画的时候如果打湿了没干的话，就让它自然干，不要去吹它。你看，把它吹干了以后，为什么呢？要吹干。如果你这个时候就这么烘匀了，你会觉得整个画面显得有点太光，差点生气。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加点什么元素首先，我们这里蘸点墨。要小
小鱼在哪个地方呢？在这里加个小船吧。这是那种这个地方一看，哎，景色这么好，是旅游景区，哎，这是那种旅游的船。这很小很小哈，因为画面很小，这船这些都不能把它画得太大。有个人正在这里划船，然后好，稍微有一点这种感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倒影当然很关键哈，就是有点倒影啊这些，把它穿插一下。把它画好以后，然后呢，我们刚刚说了嘛，哎，有些地方可以长一些树，只有这个树枝长了以后呢，哎，然后这个上面啊，你才会显得不光。一般来说，哎，像这些小山上啊，它因为它水分很少，说这个树都不会长得太什么郁郁葱葱啊，相反，它会想办法去生长的情况下，哎，它会长出那种比较怎么样呢？比较千奇百怪的啊，看到非常看着非常舒服的那种形状。那往往啊，就是在悬崖边上啊，是吧？在很多山顶上，它长的这个树啊，就造型上啊就很好看。啊，这两天有好多的学员，现在这两天正在张家界游玩，他们就到了武陵源景区的话，就能看到，那真的是张家界也有很多很好看的松树。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啊，它
可以说是就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画的太大或者怎么样哈，点点台。好，这里要跟它呼应一下。来，给它呼应几棵树。画这几棵树的目的是什么样呢？也是为了，跟这个后面的山产生一点关系。一会儿我们轰云的时候，这个云从这个树中间飘过去，感觉会有一个层次感。我们看一下，再看哪些地方还需要。这里也需要一棵树。这个树呢，目的就是，把它和水和这个倒影产生一定的关系。由于这个倒影之前画的还是比较深，你们从镜头上我不知道看得出来吗哈？但是我这个地方倒是看的还是比较清楚。正好这个都是胶墨，正好利用这个胶墨把这个树感画出来以后。然后呢，你看，让它有些地方深的地方它是一种，然后亮的地方，到时候我会在这个树杆上点一些点子啊。这个作品前面的几块山石应该是提高班画的，没有视频。到时候拍照到群里的话，自己按着这个山石去画就可以了。原本的话只是说把这个作品四尺横幅画完，但是的话画完之后还有一些时间，所以老师挑选了一个能够完成的作品让大家去临摹。老师授课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完成的可能会拖堂给大家去完成，如果提前完成的，老师可能会又给大家教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是说大家只要来上课就知道，老师每次的课程都是满满的3个小时不会说这个作品画完了提前下课
啊，或者作品没画完呐、退后很远呐、都不会的啊。我们基础班的可能不知道，提高班的大家都参加过好，至少3期的，他们都比较清楚。哎，画一点淡的。越往后面越小。你看，基本上呢，这个构图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以后，一会儿我稍微把它吹一下，因为今天这段话吹没有太多的可以吹的啊，把它吹一下以后，然后我们就打湿了，就可以烘染。这个小画就3个磁铁就够了啊，3个磁铁就够了。好，你看啊，我们把它弄好以后，我把这个一定要把水换了。老师现在这个画的是
在提高班第3课的时候，老师教提高班的画水，然后画完之后的话还有一点时间，但时间不多，所以就画了这个静态的水，教大家怎么画倒影这一些。到时候会给大家拍图啊，大家就按照这个去画就可以了，山石不是很复杂。我们再调点颜色哈，因为这个云啊非常的少啊，所以说我这里几乎就不要水分。彩青蓝，胭脂，你看，基本上大家看，就这几种色调，你就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们就要学会去就要学会去总结一些经验啊。好，基本上调好了。就是说，刚刚呢是觉得什么样呢？其实颜色已经调好了，但是它的厚度还不够。我们在烘匀的时候调的颜色一定是要非常的厚啊，你染出来的云才很有厚度。如果是你只是颜色正确了，但是它本身很薄的话，染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太好。现在呢，我们看我看了一下哈。它这个还有点湿，我们就拿这个，也就不要去等它了，是吧？如果像平常的话，自己在家里面，烘染一看，哦，还有点湿，没关系，喝点茶，是吧？远处退后看一下这个云的走势啊，我一会儿画的时候我要注意什么问题啊？它这些，它就好办。是吧？但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没这么多时间啊，大家这么多人在下面等着，是吧？那我们就只有用最快，包括开始烘染啊，最快的方法去解决它。好，把它弄干以后，首先看一下啊，这个颜色差不多吗？如果差不多了。多看我烘匀啊，然后以后你们自己烘的时候呢，他心中有点数。烘匀主要是要做到心中有云。好多学员总是就觉得云烘不好，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心中无云，心中没有云，在画的时候就容易把它画成什么一条一条的，或者一排一排的，像排骨云一样的，那就不行哈。你看这一块，这个云就出来了，是吧？出来以后，
让别人感觉到，哎，这个云是这样子逐步过去的。边画边注意过渡。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云带呀，这个云的一个大的一个走势啊，这个你看，不管我这里面怎么去变化，怎么去一会儿挡住了，一会儿藏住了，一会儿怎么样哈，但是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整个这个云气它是在的，是吧？这个是很重要，你不要画着画着就把这里画没了，气画没了，那就不行哈。中国画呢是很讲究气韵的哈。好，再往上走的话，到时候把天空一染，你会感觉到，哎，一层一层的云的感觉，它一层一层就出来了。其实这种画法，画的时候呢，倒是也确实是，只要你掌握好了，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烘云啊，效果也很好。好，我们把画了以后，把下面这点再过渡一下。这边让它大一点的话，我这边就让它云的感觉让它小一点，哎，里面有云气，但是不要两边都差不多。你看，
不要感觉怎么样，差不多，主要的云带还是从这边过去的，是吧？这种感觉，它就整体的后面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水再染一下。这个水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它可以再把它染的稍微深一点。我们这里调的颜色。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太青蓝，可以适当加一点藤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以蓝色为主。你看，就这样子可以了。好，这一画，这个地方会更加的这个厚一点。只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注意，你看越往上面画就越亮越淡，越轻一点。它这两点，这点亮啊是非常重要，不要全部给它弄没了。你看，越往上面走，越淡，最终这点亮是很关键的，这个留下来了。基本上这个水就基本上染好了，你看很自然的，这个就已经把后面呢就连起来了，是吧？连起来以后，现在就剩这两座山。这两座山的话很简单，我们这里调点颜色，也是一样的，把它胭脂、太青蓝。你看，调比较深的颜色，紫色调多一点，偏紫一点。靠近紫边的基本上你看靠近紫边的，我差不多都让它怎么样呢？都压下去了。
好，基本上都压下去了。好，然后呢，我们再调点颜色。这个画很小，所以说我们调的颜色啊，基本上是不像开始那张画，我们都会把它用到这个纸上哈。这个画，这个你看笔里啊，这颜色都用不完，为什么呢？因为它画很小，稍微调一点点颜色，你这个用一点点，那边就结束了。哎，你看又调一点，比开始那个颜色亮一点的，就太极蓝加藤黄，加了一点点这个珠标，是吧？啊，又把本身刚刚染的这个颜色又再把它染进去，过渡一下，稍微过渡一下。哎，你看这么一过渡是吧？这么一过渡以后，好，然后我们再调点颜色。把笔洗一下。盘子里有一点这个什么绿色啊都无所谓。你看我本身我们调赭石色的时候，它就要加3绿色，所以说有一点绿色都没关系。你看我这里加点藤黄，自然就偏绿了。我还觉得绿不够，哎，再加点3绿，加点珠标。有时候可以适当的觉得，哎，这个红色，这个赭石色还不是太厚重，那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加一点点，胭脂，你看它就厚重了。我这里是一个是要它厚重，第二个让它亮丽，就是不停的加颜色，就是只要我不加水分，只加颜色，它加一点就会厚一点，整个色调就会厚一点。好，把它弄好以后，用勾染的形式，好，然后勾好了以后，再把这个再染一下。你看，把它这么一染，是吧？它这里的亮度啊就没这么深了，它自然就把怎么样了？就把后面这个云啊就衬出来了。衬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调点颜色。好，这个时候我再加点3绿、藤黄，在这个基础上。哎，这个颜色还是很亮的，是吧？还是很亮的。我们把
这一块稍微染一下，哎，就感觉好像这个平台上它里面种的有，你管它是油菜花也好，还是什么花也好，反正这里它就这一块的色调，它放到这里啊，它和整个的产生一个关系，再将就它的色调，再把这个山染一下，也相当于就是不让这个山太亮。你看我们画了以后，我们退后看一下。好，这个时候我把这里稍微吹干一下。刚刚不是染了一棵树嘛？这个画了一棵树嘛？哎，我们调一点很亮很亮的颜色，把它点上去，马上这个地方本身如果是不管它，它是闷在一起去了。这个是我必须是要怎么样的？点点颜色上去，直接可以蘸白色。直接蘸白色上去，这还比较湿，我们不要把，我们把衣服保护一下，你看，直接点的时候呢，当然也要注意哈，不要把它点的太密了，要点在这个树枝上。这个也要有层次，如果点的太密、太这个就是和这个树没有关系，就感觉好像这个是什么？是贴到上面去了一样，就太生硬了也不行哈，太生硬也不行。我看视频的话哈，现在这个由于你们是看不到这里面哈，还有就是，所以说会感觉到，哎，这里白色太突出。其实我这个白色上都是长的。你看，通过这个就把这个倒影稍微藏一下以后，它效果会更好把倒影藏在这个树后面去有些倒影呢还有在。哎，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树是吧？一点了以后，这个树一下就怎么样呢？它就凸出来了，一下就凸出来了。好，然后将就这个颜色，现在我调了一点赭石色，我们把船稍微染一下。
你看稍微的染了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的全貌。哎，我现在退后一看哈，这个画面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它通过这几棵加了这几个树以后，加了这点小船，这个船要加很小很小，你会让别人感觉到，哎呀，我畅游在这个这么美丽的这个景色里面的感觉啊，是非常爽的，是吧？然后呢，这点这个倒影啊，当时在画的时候呢，就是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山的倒影，所以说呢，今天如果要完成作品的话，哎，我就加了一棵树，在这个树上，哎，我们现在正好是桃花、梨花什么开，是吧？啊，有些什么白色的，比如说梨花呀这些开了以后，怎么着很漂亮，一下子这个树到前面来了，这个到后面去了，这种感觉哈。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个画了2张画哈，那我们站到中间来。你看，站中间挡住了，算了吧。这2张整个这个感觉一张呢非常的复杂里面有很多的树，这张画算比较我全景的一种画法了哈。这其中你看有山石，有山是吧？有云有房子，有树，各种形式的树。好，然后这个小溪的话，这个水也画的非常的复杂，因为是为了给大家把水画的更多一点嘛，所以画的也很复杂。画幅虽然不大，只有一张4尺的，哎，但是我放了很多东西进去，哎，但是就算放了这么多东西进去，我并不觉得这个画很满，相反，它这些云气这些透过这些云气的变化以后，让它怎么样呢？这张画很空灵当然这张画呢，它完全就这个是不一样哈，这像漓江的山水一样的，就是有时候突然冒起来，从水面就冒起来一个哈，当然也有云过渡这些哈，所以说你看这种感觉出来也是一种风格。好，同学们，今天呢给大家这个画了这2张哈，今天我们这节课上完以后，下周不上课哈，因为明天还有一节网课。好，后天的话我们大部队就来了，这次也是很多的这些学员吧，大部队就来了以后，然后我连续10天要给大家这个上课，那还是很辛苦的。每天我们现在给大家上课是3个小时面授班每天上午2个半小时，下午3个小时，5个半小时，那还是很辛苦的。还有很多的学员画了画以后还跟我照相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所以说这10天我是非常的忙哈。